村民们用木头和皮革订成一副手套，他们要前往2000多公里外的拉萨朝圣。这样的手套是他们朝圣之旅上必不可少的工具。在四川德格县，秋收刚过，几个村民聚到一起，明天他们就要开始前往拉萨的朝圣之旅。为了抵达拉萨，他们需要准备50多双这样的木质手套。这些朝圣者都是游牧民。打包完行李，5位村民告别了家人。出发前，他们要先去拜访当地寺庙的活佛。对村民们来说，活佛就是佛的肉身，活佛会告诉他们朝圣一路需要注意的事项。拜访过活佛，村民们的朝圣之路就正式开始了。他们先从寺庙外的白塔开始磕长头，他们需要3步1叩，一路跪拜到2100公里外的拉萨。这样的路程，即使是空手徒步，也需要漫长的时间，更不用说一路跪拜。对于这些朝圣者，其他村民都非常尊敬。若非身怀大毅力和极致的信仰，无法完成这样困难的任务。在村民们启程后，活佛来到山上一处山洞，为朝圣的村民祈福，希望他们一路平安。2006年11月，他们抵达了西藏昌都。3位村民沿着公路一路跪拜前行，磕长头必须头、手、脚全部贴在地上，不得有半点偷懒，只有将最诚挚的心贴紧大地，他们的愿望才会得到回应。跪拜的朝圣者走在前面，载着食物和帐篷的人力板车跟在后面。对于66岁的布莎来说，拉着沉重的板车比磕长头还要艰难。他们的行进速度非常缓慢，一天只能前进6公里。在上坡路段，朝圣者每过200米就需要停下来休息。为何村民们要千辛万苦前往拉萨朝圣？43岁的拉巴认为，这是能够造福下辈子的事情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、最有意义的抉择。四川前往拉萨的川藏公路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，是从唐代以来喜马拉雅山脉中重要的茶马古道。众多朝圣者中，不乏有带着孩子一路跪拜的，也有着寻求救赎和释怀的家庭。夫妻俩的长子在一次意外中丧生。次年1月，村民们的朝圣之路来到了西藏邦达，天空下着小雪，但朝圣者也没停止脚步。朝圣者们并非一直走平坦的公路，还需要穿越高山，翻过深谷。他们挑了一条嶙峋小道，一路跪拜着向上攀爬。在跨过一条小溪之前，他们必须提前跪拜小溪同等宽度的距离，然后才能跨过去。同样，在遇到阻碍时也是一样，不能跪拜的地方需要提前补上。即使是结冰湿滑的山坡，朝圣者们仍恪守规则。他们已经跪拜了600公里，还需要这样前进1600公里。另一边走公路的2位老人正在准备晚上的露营，他们停下板车，搭起帐篷，为3位朝圣者打水做饭。接近天黑时，3人才抵达。青稞面团和茶就是他们全部的食物。在路过当地藏族村落时，这些当地村民穿上藏族传统服装欢迎这些朝圣者。附近寺庙的活佛也赶来，为朝圣者们挂上一条白色的哈达，赐予最真切的祝福。在连续的上坡路段，老人巴沙身体出现了不适，喉咙如同破风箱一样喘着粗气，他们不得不停下来休息。3位朝圣村民额头上出现了一个大的黑痣，不断愈合，不断磕破，这是他们朝圣之路的见证。磨破的皮围裙再用橡胶缝上，随着橡胶越来越多，围裙也越来越重。海拔4500米的夜晚，温度低至零下20多摄氏度，村民们搭起帐篷，就着寒风勉强睡下。3月份，他们抵达了米拉山，但老人巴沙的身体每况日下，他已经呼吸困难。最年轻的小伙达瓦帮他一起拉车，只有2人继续跪拜朝圣。在陡坡路段，板车只能走斜线才能拉上去。巴沙即使拄着拐棍也步履蹒跚。其实朝圣之前，老人自己就预见了这样的情况。活佛担心老人身体，让他放弃朝圣，但他仍说服了活佛，走上了朝圣之路。海拔超过5400米的米拉山是村民们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。2位朝圣者来到崎岖的小路，即使前方已经无路可走，他们也不能绕行，准备跪拜翻越这座大山。当他们攀上峰顶，已经是下午时分，他们的食物已经只剩一些牛肉干和面团，他们已经万分疲惫，但眼里却满是希望的光。
没这些这但没这样的些，那很难很多了，怎么的？身体做修养了嘛，怎么我这那的看中，明天给光把白云那家里能都要搬到不出去拿兄弟。撒疯马、挂经幡是这一路上必不可少的功课。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祈祷一路平安。到了下坡路段，村民们的速度快了起来，一天可以走上10公里。这是他们翻过米拉山后路过的第一个村子。村里的妇人为疲惫不堪的朝圣者准备了酥油茶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朝圣不是一项单体行为，而是为了每一个人。生病的老人巴沙去附近诊所检查了一下，医生告诉他应该休息，但是巴沙还想继续赶路。高原的冬季变化无常，他们只能顶着雨雪吃饭。巴沙已经病得连饭都吃不下去，只能喝点热茶水。从四川德格出发，已经过了6个月，春天终于来了，他们距离拉萨也越来越近。历经185天，拉萨终于出现在他们眼中。此时巴沙也放下板车，开始磕长头。在布达拉宫门前，有着许多同样的朝圣者。这座神圣的宫殿吸引着每一个心怀敬仰的藏民。朝圣者们向着最后的目的地出发。大昭寺，藏传佛教第一寺。朝圣者们终于实现了他们的愿望。人们手持哈达送给朝圣者，献上最诚挚的祝福。朝圣结束，村民们仿佛焕发新生。34岁的拉帕将一改以往酗酒和懒散的恶习。66岁的老人巴沙到拉萨的毕生愿望完成。年轻的达瓦也找到一份采虫草的营生。